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麦总说哲学，我是 Michael。人工智能毁灭人类可能是科幻电影导演最喜欢拍的题材之一，但是这背后的原因真的是像这些电影所描述的吗？人工智能对人类造成的存在性风险，应该是 AI 研究者需要担心的课题吗？ AI 会成为下一个核武器吗？今天 Michael 想和大家聊一聊超级 AI 存在性风险和价值观的问题。Michael 主要的参考资料是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 Nick Bostrom 所著的《Super Intelligence》这本书。这本书看上去像一本大众的科普读物，实际上文风和对于细节的考量完全不输于一篇哲学论文。Michael 会尽量用简单而大家又容易理解的语言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定义一下什么是超级 AI。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呢，不是已经实现的 AI， 大家比较熟悉的机器学习技术，而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超越人类智慧，可能会对人类产生存在性威胁的超级人工智能。大部分学者认为呢，这样的超级人工智能是有可能的，但是至于是50年之后呢，还是100年之后，还是200年之后，这个学界有很多争议。但呢，这个不是我们本期讨论的范围。我们会分为上下2期，一共给大家讨论3个问题。本期解答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下一期解答第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超级 AI 是邪恶的吗？第二个问题，人类能阻止灾难的发生吗？第3个问题，如何建立 AI 的价值观？我们应该给它导入什么样的价值？好，那我们开始吧。超级 AI 是邪恶的吗？我们先说结论，对人类产生威胁的超级 AI 不一定是邪恶的。问题几乎不在于 AI 是不是邪恶的，而在于它是否具备一个完整的对人类友好的价值观。这其中的区别在于，一个邪恶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是他不一定做对的事情；而一个没有价值判断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首先，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可以被看作一个估值函数，我们这里把它叫做 U。对于每个可能世界 W， 可以理解为某个时间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总和。我们的价值观给出了一个我们对它的价值判断 C。 假设当前这个世界是 W0， 而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属于一个集合 A。 一个有道德的人会选择一个行为，使得这个行为所导致的价值期望最高或者足够高。这里的条件概率 PW0A 指的是在当前世界 W0 下采取行动 A 后进入世界 W 的概率。公式看不懂没关系，这个公式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选择一个能最大化价值期望的行为。当一个正常人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一个销售经理想要冲击他的月度销售目标，那么他的价值观就会对那些月度销售额比较高的世界赋予一个比较高的值。但是请注意，这个销售经理的价值观并不仅仅包含月度销售额这一个 KPI，它还包含了各种普世的人类道德价值、法律认知、人之常情等等。比如说，这个销售经理可以选择谋杀他所有的竞争对手，来增加自己的销量。但是如果这个销售经理不是 psychopath， 那么他的 U 函数肯定会对谋杀了所有竞争对手的这个世界 W 赋予比较低的价值。那什么是一个被大家认为不道德的人呢？其实社会存在一个公认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U 心。你可以认为是每个个体的价值观的平均。虽然你不能直接获知这个 U 心是什么，但是你可以通过与这个社会的互动来感知这个 U 心。比如说，你可以随便发一个微博，你看呢是骂你的人多呢，还是夸赞你的人多呢，来判断你这个微博的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 U 心是什么样的关系。而一个被社会认为三观不正的人，可以有2个问题：一个是你个人的 U 和这个社会的 U 心差距太大了，这个我们称为道德观偏差；第二个，也许你的个人价值观 U 和社会价值观 U 心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你的行为总是和你的价值观背道相驰，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最大化 U 的这个主观意愿。这个情况下，我们把它称为邪恶。但是因为你的行为是公开的，而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各种想法、意志等等都是隐藏的，所以说其实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是无法区别我们刚刚说的1和2的2种情况的。但是我们根据人之常情会做出一些推测，比如说为什么未成年犯罪可以被原谅，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认为他们的价值观还在发展当中，所以说犯罪的原因更有可能是1而不是2。成年人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相信成年人的价值观 U应该和社会的价值观 U 心至少在法律管辖的问题上是没有本质差别的。而一个比如说从原始部落穿越到现代社会的人，他如果偷了东西，你应该不会说他是邪恶的吧？因为你会推测很有可能他的价值观 U 当中并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让我们回到 AI， 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其实本质上就是去最大化 AI 所做的预测和正确预测的差的负值，
即最小化 AI 犯的错误。而我们可以将 AI 的目标定死于选择最大化 U 的行为，就意味着超级 AI 如果出现问题，它的问题不在于邪恶，而在于价值观偏差。比如说你创造了一个 AI， 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我更开心。我们暂时不去讨论怎么去量化、代码化开心这个问题。假设有这么一个估值函数 U， 它是与我开心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然后呢，你让这个超级 AI 去最大化这个 U， 请问会出现什么问题？ Nick Bostrom 提到了2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 perverse instantiation， 反常识力化。请问让一个人开心的方法有哪些？请大家弹幕大声说出你的观点。其实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吸毒，毒品可以直接刺激吸食者的神经中枢，达到快乐、兴奋的效果。而吸毒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反常识力化的例子，它可以实力化我们的目标，就是我想要开心，但是它在我们的普遍社会价值下是反常的。我们为什么不会对一个受到挫折的朋友说，去吸毒吧？因为我们的估值函数 U 不但包括了想要让朋友开心的部分，也包括了基本的人情世故。但是如果这个超级 AI 的终极目标只是让我更开心的话，这个足够强大的 AI 完全可以做到给你的大脑直接注射多巴胺，或者说呢，直接屠杀所有人类，在一个极乐世界中模拟他们的大脑。我们把它称为 Utopia in Silico， 从而实现它的目标。当然你可以说我应该设置一个更加复杂的目标，比如说让我更开心，但是不要给我注射多巴胺，也不要试图模拟我的大脑。但是 my point is， 因为超级 AI 的目标体系必然是相当复杂的，极有可能它能想到你想不到的能短路它的估值函数 U 的方法，所以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第二点 infrastructure profusion， 基建泛滥。但是你会说，如果我们发现 AI 想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点子，我们能不能把它的电源插头给拔了？或者说呢，我们可不可以替换它的目标呢？这里 Nick Bostrom 提到，任何的超级 AI， 无论他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终极目标，保护他的目标体系不被改变，同时保证他自己的存续，都是他一定要去实现的小目标。因为在当前的目标体系下，任何目标的改变或者 AI 本身的死亡，都意味着目标无法实现，除非你把允许目标改变或者允许死亡都作为目标的一部分写入最初的终极目标当中。那好，请问 AI 为了保证自己的存续，他会做些什么？比如说他会给自己复制很多备份，他会想要建造很多计算中心，他会想要控制能源等等。那个说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这个 AI 足够强大，他会把整个宇宙包括人类都打散成原子，然后改造成一台大型计算机，这样它长生不老的几率是不是就最大化了？其实我们人类建造各种基础设施也是为了我们人类的长期存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考虑过动物的感受，因为动物的感受很少存在于我们的价值体系里。同样，如果我们不在开始建造 AI 的时候就加入人类的普世价值系统的话，超级 AI 在实现它的目标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考虑人类的感受呢？那人类能阻止灾难的发生吗？达到人类智能或者超越人类智能的超级人工智能离我们还很远。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讨论这些有的没的呢？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关系到人类整个物种的命运，而且 Nick Bostrom 指出，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 AI 可能看上去越来越安全了，这个表象很有可能会迷惑大众，让研究者忽略了更加本质的问题，等到真正反应过来就已经为时已晚了。假设我们现在开发的种子 AI 能够自动驾驶汽车，最开始的时候这个 AI 比较愚蠢，所以它在图像识别上经常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它在黑夜的时候啊，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啊，经常判断失误，然后呢还酿起了好几场车祸，大家都觉得这个 AI 呢特别危险，还不够成熟。过了10年，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革新，大家发现新一代的 Tesla Model XXXX 第一次实现了100万公里零事故，变得越来越安全。Tesla 股价大涨，投资者对于 AI 技术的热情空前绝后，大众也开始畅想，对吧？也许再过个1-2年，超越人类智能的超级 AI 就要实现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用工作了，天天在海滩上晒太阳就好了。这个时候，一个哲学家突然跳出来说：“wait， 我们不要那么着急啊，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 AI 的价值体系的问题。现在的 AI 呢，虽然可以实现自动驾驶，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价值观中是否包含了人类的基本价值，太危险了。要是出现反常识力化或者基建泛滥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然后呢，你可以想象，
这个哲学家估计会被人骂成栓子。有人说，你看啊，这个 AI 不是越来越安全了吗？它越聪明呢，肯定越安全了啦。有人说，我们公司都已经投资了那么多科研经费了，你突然让我们收手不干神经病吧？有人说，没事儿，我们出厂前呢，一定会给这个 AI 测试一下，它有没有什么邪恶企图的。放心，但是呢，连小学生都会模仿家长签名来蒙混过关。你觉得一个即将变成超级 AI 的玩意儿，还不能轻轻松松的通过你那些测试？ The bottom line is， 如果在超级 AI 到来之前，我们不能非常谨慎的把 AI 的价值问题想清楚的话，在那前夕，我们没法想，也来不及想了。总结来说，虽然我们正为智者一般更善良，但是对于 AI，we cannot blithely assume that a superintelligence will necessarily share any of the final values still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wisdom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humans. 上一期我们提到，超越人类智能的超级 AI 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人本的价值体系，很有可能造成反常识力化、基建泛滥等问题，最终毁灭人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建立 AI 的价值观，应该给 AI 导入什么样的价值。看了上一期，有的小伙伴会说，如果超级 AI 可能会导致 existential crisis， 而我们又很难阻止这个 crisis 的发生，那我们应该停止所有的 AI 研究吗？ Well， 停止所有的 AI 研究是不大现实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是想清楚，在 AI 演变为超级 AI 之前，如何给它建立一个善良、温顺、人类本位的价值观。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就单纯如何把人类的基本道德价值变成机器能理解的表示，就是一个 AI 完全问题。什么是 AI 完全？意思就是这个问题的难度和创造出一个人类智能的 AI 是一样难的。学过计算机复杂度理论的同学应该听说过 NP 完全这个概念，这两个词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Nick Bostrom 在书中提到一些比较初步的想法，他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大概率是不可能成功的，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是有希望的。我来给大家慢慢说来。首先，给 AI 建立价值观这件事情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被称为 value loading 价值加载，即如何将一个价值观赋予一个 AI， 另一个问题被称为 value selection 价值选择，即应该将什么样的价值观赋予 AI。 为了理解这两个概念，让我们先看看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类社会，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是怎么建立价值观的呢？小的时候我们做了坏的事情，于是爸妈告诉你不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这是反馈机制。上学的时候老师会直接用语言告诉你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不好的，这是语言输入。此外，我们读过的书，我们看过的电影，经历过的事情，也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这个过程就是将一个社会的普世价值由心赋予你个人的过程，也就是价值加载。而价值选择呢，就是问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孩子赋予什么样的价值观。很多教科书的编撰其实都涉及到了价值选择的问题。好，那对于 AI， 我们又该怎么解决价值加载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呢？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机器学习中有一种算法叫做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它其实就是价值加载的一种途径。AlphaGo 通过不断和自己下棋，获得输赢的正负反馈，来提升它对不同局面的判断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想要加载到 AlphaGo 的价值观，是一个理想化的围棋大师对各种局面的正确判断。然而，我们给 AlphaGo 设计的目标是下一盘好棋吗？其实不是，我们给 AlphaGo 设计的目标其实是最大化赢棋所获得的正反馈。你可能会发现，我们上一期提到的反常识力化的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超级 AI 的终极目标是最大化某一种正向反馈，那么它完全可以通过损坏反馈机制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什么意思？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从前有这么一个皇上，他想要学习怎么治国，于是大臣说，皇上您就大胆的做吧，您做得好我们就说好，您做得不好我们给您进谏，这样呢您就能慢慢学会怎么治国了。但这个皇上他没有什么治国的天分，他做的大部分决定呢都不怎么对，于是很多大臣给皇上进谏，说他这个不大对，那个也不大对，皇上就很火，于是就愤天承运，皇帝诏曰，胆敢再进谏者斩。于是呢，从那个之后，无论这个皇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所有的大臣都说好好好，
这就是所谓的损毁反馈机制。超级 AI 对于强化学习的反常识例化就是一个类似的过程。 Value scaffolding。 反观人类的价值体系是不断变化的，尤其在小的时候，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了最本能的价值判断，比如说疼痛反应，因为疼痛我们就会去避免一些东西，它们是坏的。在这些本能的价值判断上，通过反馈机制，小朋友们建立了最雏形的价值观，然后呢，随着心智的成熟，语言能力的提升，再慢慢发展成了完整而复杂的价值体系。那我们可不可以按照人类学习的方法给 AI 加载价值呢？在 AI 智能还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先给它设置容易程式化、容易表达的目标，然后呢，等 AI 的智能逐渐发达，比如说能够理解自然语言的时候，将它的目标去替换为一个终极的完整的目标。这可能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呢，一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时机不好把握。因为我们之前提到，一个足够强大的 AI 会视它自己的目标系统的稳定性为实现它终极目标的一个间接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 AI 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把它的临时的目标系统及时替换为完整的目标系统。如果太晚了，可能就会产生前述的反常识例化、极简泛滥等问题。 Value learning。 Nick Bostrom 最后提到一种方法，被称为价值学习。价值学习的意思是给 AI 设置一个实现某种价值观的价值观终极目标。什么意思？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小明刚刚毕业，他加入一家非常混乱的创业公司。作为职场小白，小明问他的老板，他说：老板，我应该做些什么呀？老板说：其实我们最近的产品战略有点混乱，有很多不同的战略方向呢，都有可能做，但也有可能不做。我也不知道我们 CEO 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虽然呢这么说，但是呢，作为一个职场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实现 CEO 脑袋里想的宏伟蓝图。第二天，全体员工开会，小明举手问 CEO， 他说 CEO， 请问我们公司的战略是什么？这个 CEO 呢也非常耐心，他花了15分钟解释了他所计划的各种产品战略，但是最后呢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了，于是他说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很多东西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在行业里待久了，你自然就懂了。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发现至少在人类的语言体系中，也许我们不能罗列出 CEO 所有希望实现的目标，但是类似于实现 CEO 脑袋里想的宏伟蓝图这样一个间接目标，反倒是可以描述的。这就是所谓的实现某种价值观的价值观。老板给小明灌输价值观是 CEO 认为做的事情就是小明应该做的事情，而我们也可以给 AI 设置一个终极价值观，比如说做人类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有这样一个目标的 AI 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它不但学会了如何按照某一个价值观为人处事，它还研究出了所谓的人类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 Nick Bostrom 把这个方法称为价值学习。如果我们想把它用形式化的表述，就是想要看的小伙伴可以暂停。而价值学习和之前提到了强化学习的区别在于，价值学习尝试把价值观通过抽象指代直接嵌入到 AI 的目标体系中，而强化学习则是将奖惩机制嵌入到了 AI 的目标体系中。虽然奖惩机制由背后的价值观所决定，但是两者还是可以分离的，这就导致了反常识例化的漏洞。价值学习有2个好处：一，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反常识例化，因为超级 AI 明白保护人类是它实现终极目标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人类灭亡了， AI 怎么知道人类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更别谈实现这个目标了。2，正如我们之前在小明的故事中提到的，间接目标有可能比直接目标更容易表达。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可以在 AI 还未到达超级 AI 之前，就设置它能理解的间接目标。就比如说，人类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是一个千百年来哲学家吵得喋喋不休的话题，你很难用几句话说明白。但是做人类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间接目标。你告诉一个超级 AI 做人类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说不定他就帮你解决了这世界上所有的哲学问题了呢。那怎么将这个间接目标加载给 AI 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将一些人类的大脑用高清 CT 扫描，然后呢将 3D 模型上传到 AI， 然后做人类应该做的事情就可以表述为推测拥有这样子的大脑结构的生物，他们会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做这些事情。就算是这个方法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my point is， 这已经是我们剥去了几层复杂度之后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了，可见人类是多么的愚蠢。最后我们还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讨论，那就是价值选择。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加载给 AI 呢？我们在价值学习中提到的人类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是一个好的价值吗？很难说，因为人类的道德从来不是完美的，至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古时候公开处刑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情，仅仅200年前，在美国南部使用奴隶贩卖奴隶也是不受到道德谴责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作为愚蠢无知的人类，我们将我们自己现在的价值判断加载给一个可能会决定我们命运的超级 AI， 似乎是有点草率的。所以 Nick Bostrom 引用了哲学家 Yudkowsky 的建议，提出了一种比人类认为应该做的更严谨的一种目标表述，即人类的一致推断意念 Coherent Extrapolated Volition。 最后我想用一致推断意念的一段绕口令一般的但是颇具哲学意义的定义来结束我们2期的视频。感谢大家听我絮絮叨叨讲完 Nick Bostrom 这本书里面最晦涩难懂的几章。有条件的同学呢，可以去翻一翻原书。很可惜我查了一下，这本书好像还没有在大陆出版，但是呢似乎有繁体中文版，如果大家能买得到的话。 Our coherent extrapolated volition is our wish. If we knew more, thought faster, were more the people we wish we were, had grown up farther together, where the extrapolation converges rather than diverges, where our wishes cohere rather than interfere, extrapolated as we wish that extrapolated, interpreted as we wish that interpreted。 你觉得超级 AI 是一个存在性风险吗？你觉得愚蠢的人类能在超级 AI 出现之前找到控制或者根绝这个风险的办法吗？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吧。我们下期再见。